大家好，我是庞德，今天要介绍一个插件，它可以有效的控制你的背景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那这个插件呢叫 Snap Pro， 它是由星童大大所写的脚本，我们感谢它。那怎么使用呢？我们快速的教会大家。我们看到 Snap 的视频成真图的部分，也就是说你的视频生出很多真图片，上传影片，图片输出位置。给它一个文件夹位置，我们按今年 frame， 好了，这出现蛋，然后看到你的资料，这样这边就是刚刚生出来的真图片的位置。来到图生图，选一张生出来的真图片，比如喜欢这张，打上你的提示词，设定你的宽度跟高度，设定跟原来视频一样的宽高度。重绘幅度是 0.35 左右，然后选择你要的2次元模型。选择完之后，我们选择5张，点生成，选择你要的 Lola 模型风格。好了之后，选择你要的图片风格，把你喜欢的这张图片点右键，储存你要的位置，然后我们点 Snap Pro， 点第二个 Snap Pro 2，有个叫图片背景去除。它可以做图片的批量处理，我们不会用到它。图片输出地址，这是它默认地址。选择建立一个资料夹，给它一个输出位置。我们来看到图片输出模式，类似 PS 抠图功能。选择你要的抠图模式，有白色的背景抠图，还有纯色背景抠图。纯色背景抠图的话，需要使用到 RGB 的参数。它还有自定义背景抠图，大家可以做测试看看。那今天呢，我就用白色背景抠图，点刚储存的2次元的风格图片，真图移到 Snap Pro 2。反向选取的意思就是说，当你勾住，当你打勾的话，它只会抠背景的部分。我们先把背景去除，强度拉高。拉高的话，抠图的效果会更明显。这时候我们生成单图，大家可以看到人物已经抠出来了。左边是抠图部分，右边是它遮罩部分。如果今天点反向选取，大家可以看到背景的部分都被抠出。这是抠出来的图片。我们回去图生图。选择我们刚抠图下来的2次元图片，宽度跟高度要设置它原本影片的高度。面部修复你可以勾或者不勾，取样选择你要的。重幅度我就选择 0.35。好了之后，我们选 Ctrl Net， 我们点启用，我们点 Hide， 比较好控制它的线条。再来，我们点脚本的部分，我们选择 Snap Multi-Frame Rendering。选择你输入目录的位置，也就是刚刚视频成真图的这个位置。右键复制，输出目录位置，也就是给它一个合成影片的位置。下面默认，然后单独模式打勾，掩码重绘也要给它打勾。这边有背景去除强度，我们拉高一点，点生成看效果。你的显示卡会影响速度。卡住不动就是显卡太低了。好了之后，在你的输出文件下就会生出一些真的图片，可以很明显看到背景的部分是没有做更换的地方。我们就回到 Snap Pro， 这边有个真图片生成视频的部分 ，FPS 我们就选跟你的原影片一样，我原影片30帧，我就选30帧，那一样图片输入的位置。就是刚刚用脚本生出来的位置，我们就把它贴上去。最后合成影片的位置，给影片存档位置，选择影片格式，我们点合成影片，但代表跑完了。好，最后它生成的效果，它会很好的保留背景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分享。记得帮我按个赞，也给他订阅一下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喽。